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这个季节呢，新蒜已经下来了，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，3毛钱一头。这个新蒜呢，最好吃的做法就是腌制糖醋蒜了。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腌制糖醋蒜的技巧和方法。蒜呢是刚从地里面摘下来的，上面呢还有着许多的泥土。我们先用剪刀把这个大蒜一个一个的给它剪下来。这个蒜的个头呢也是参差不齐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先来给它处理一下。把这个大蒜全部剪下来以后，它这表皮呢是有许多泥土的，我们用手先给它撕一下，把外面这一层皮给它撕掉，同时呢它的这个泥土也基本上就带下去了。里面的大蒜呢还是比较干净的。我们在腌制糖蒜的时候，这个蒜的根部呢也是有讲究的，很多人用刀直接把根部就给它切掉了，露出来的大蒜呢接触到空气很容易氧化，那样的话就很容易变质了。正确的方法呢，就是用剪刀把它的根须给它剪掉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去得太干净了。把根蒂剪掉以后，再用一把小刀把这些脏的地方全部给它切掉。进行到这一步呢，这个蒜的基础清洁就做好了。我们依次再把剩下的全部都给它弄完，整个过程呢还是非常解压的。最后呢，把大蒜再给它放在大盆子里面。现在我们这个大蒜呢已经全部处理完了，接下来这一步很重要，先把这个蒜呢放在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子里面，这个盆子呢一定要是干净的，提前消一下毒就最好了。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纯净水或者是凉白开都可以，这个水呢一定要把大蒜完全的淹没过来。我们以50头的大蒜比例来腌制。往里面加入40克的食用盐，然后我们就不用下手了，因为手还没有洗干净，直接用一个铲子来搅拌一下，让盐在水中快速的融化。这个大蒜呢，在盐水里面浸泡1个小时左右，在浸泡的过程中，这个大蒜就会快速的吸收水分。第一呢，可以让蒜皮发胀；第二呢，可以使腌出来的大蒜口感更加清爽；第三呢，还可以去除一些辛辣味儿。这样腌出来的糖醋蒜呢就不会那么辛辣了。让它浸泡1个小时左右。下面起锅开火，加入150克白糖，25克生抽酱油，59克的白醋，加入清水1500克，这个水呢一定要用纯净水。接下来我们用勺子先给它搅和均匀，让底部的白糖和生抽充分的和水融合到一块儿。这个时候我们开大火来熬煮就可以了，把这个汤汁给它煮开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，煮这个汤汁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铁锅，因为铁锅煮出来以后呢，这个汤汁会有一股铁锈味儿。我们一定要用砂锅或者是像这样的珐琅锅，这样煮出来的汤汁呢才不会影响口感。我们直接给它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煮开就可以了。大概5分钟左右，锅中呢已经煮开了。我们打开盖子，这个珐琅锅加热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，而且蓄热能力也非常强。我们煮开以后直接关火就可以了，放在一边让它自然降温。另起一口小锅，锅中不用加油了，也不用放水，准备几个八角，然后加上3勺食用盐，大概15克左右，再往里面加入10克的干红花椒，这个花椒呢是必须要放的。最后加入10克的搅浑香。这些呢都是家常的香料，如果有香叶的话可以放几片香叶。然后我们直接开大火来加热，用铲子慢慢的翻炒，把这些香料的香味呢全部给它激发出来。在炒制的过程中呢，这个香料的香味就会被激发出来了。全程开最小火慢慢的来翻炒，这样还可以让香料在锅中受热均匀。大概我们翻炒2分钟左右，炒至这个花椒在锅中有爆皮声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把火炒得太大了，那样的话口感呢就会发苦。出锅以后，把这个香料立即倒在一个祖传的盘子里面，自然降温。最后用铲子给它摊开，这样凉的会更快一点。现在我们这个大蒜呢已经泡好了，里面充分的吸足了水分，然后我们下手给它抓洗一下。在下手前呢，手一定要戴上一个一次性的手套，防止细菌滋生，这样可以防止大蒜在腌制的过程中不容易变质，保存的时间呢也会更长一些。
先下手像这样抓洗一下，在抓洗的同时，蒜的底部和表皮上的脏东西会跟着脱离。食盐呢有着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可以在浸泡的过程中给这个大蒜消毒。我们像这样多给它抓洗一小会儿，把这个蒜呢彻底的清洗干净。在我们抓洗的这个过程呢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水已经变得特别浑浊了，因为这个蒜的表皮呢也是非常脏的。抓洗干净以后，我们用手给它打捞出来，然后转移到烤网上面，让它与桌面隔绝，像这样散开就可以了。我们在摆放的过程中，这个蒜头的位置呢是一定要朝下的，这样里面的水分才会被控出来流出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直接把它们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控干水分。我们腌蒜的容器呢一定要提前清洗干净，尽量选用玻璃的，一定要确保里面是没有任何杂质和脏东西的。玻璃的容器呢一定要提前进行高温消毒，因为我这个体积呢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就用蒸烤箱来给它消毒。蒸烤箱打开以后，直接把这个容器给它倒扣进去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在这个消毒的方面呢也是有讲究的，一定要保证消毒25分钟以上。我这个蒸烤箱的水箱的容量是有 1.2 升，在保持一直出高温蒸汽的情况下，可以持续工作1个小时左右，时间呢是足够了。然后我们直接选择它的纯蒸汽模式，温度设定120度蒸25分钟。它上线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，几秒钟就可以喷发出高温的热蒸汽了。如果我们用传统蒸锅来给容器消毒的话，需要等锅中的水全部烧开以后再计时25分钟就可以。蒸好以后打开盖子，我们戴上手套轻轻的给它拿出来就可以了。进行消毒以后，容器里面的水汽呢不用担心，等它自然降温的时候，这个水汽就会消失了。在加热的中途呢，突然停电的话，大概加热10分钟左右。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它的水箱，120度的高温蒸汽喷发了10分钟，这个水呢就只用了这么一点儿，是非常省水的。我们这个容器呢现在已经完全放凉了，一定要保证这个容器里面是没有水分的状态。经过高温消毒以后，这个蒜的保存时间呢也会更长一点。然后把晾干水分的大蒜放在容器中，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让其在容器里面平铺均匀。然后把放凉的香料倒进来，然后再倒入熬好的料汁。这个料汁呢一定要把这个蒜淹没起来，如果料汁少的话就再去熬一些。稍微用铲子给它按压一下，让蒜浸泡在汤汁里面。大蒜的保存方法呢就比较简单了，一定要让它与空气隔绝。这个时候我们偷偷的放上老爸的高度白酒，大概20克左右，这样腌制出来的糖醋蒜呢口感更加脆爽。然后我们直接用保鲜膜给它密封就可以啦，把边缘封严实，直接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去腌制。腌制的时间呢也没有太多的讲究，大概7天左右就可以吃了。腌制的时间过长呢也会更加入味一些。像这样我们这个糖蒜就已经腌制完成了。这样腌出来的糖醋蒜呢保证口感个个脆爽，而且口感香甜，因为提前用盐水浸泡过，吃上去口感不会那么辛辣。这样做出来的糖蒜吃上去特别的解腻。关键是腌制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要牢记我这个比例，腌出来的口感绝对是特别脆爽的。如果你也喜欢，那就赶快来试试吧。创作不易，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都将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。点我的头像还可以看到一些往期的家常美食视频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